大家好，我是大伟。深蹲非常的好，但是很多人说自己的膝盖受过伤，这个深蹲也不敢做年纪也大了，也怕这个做深蹲以后伤到膝盖，那就更不好了。但是也不想放弃像这种深蹲锻炼腿部的动作，因为腿部毕竟它占我们身体当中肌肉总量的60%，可以说腿是力量根腿部越好，这个气血就越足，人的精气神就越旺，而且腿部越好，一个人的老年的生活也会变得越好腿脚有劲，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家里面人都管不住。所以呢，很多人都说大伟你能不能分享一个不做深蹲不伤害膝盖又能在家里面做的这个腿部的动作呢？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教大家一个在家里面我们只要坐着就能练习我们大腿的一个动作。这个动作不仅能强化我们大腿的肌肉，而且呢，像很多人年纪稍微大一些的又想腿部力量不够的，又想要把这个腿部力量恢复的，都可以做这个动作，非常的好。我们话也不多说，直接把这个动作教给大家。建议大家先收藏下来，以免以后再想看找不到，那就麻烦大了。好了，来我们开始教动作。这个动作非常简单，咱们首先坐在板凳上面，然后呢，双手先放在一条大腿的一个背面，好，放在这儿，然后你把腿来回的像我这样做这个动作。你会发现我们腿在往上踢的时候手下的肌肉是硬邦邦的，你看变硬了以后，你敲打起来感觉都不一样，硬邦邦的，这证明我们的肌肉发力了。好了，我们现在围绕这个思路，只需要在我们的脚尖上面给它加一些重物，同时呢做这个动作腿屈伸就做这个动作，你就能让我们的这个大腿的这个肌肉受到很大的刺激。那怎么去加重量呢？非常简单把另一条腿压上去压上去以后，大家注意看看往上来好，这个力量压上去以后，我们不要急着就是说腿绷紧了以后腿就松了不要急着你看我这个板凳是比较矮，我们正常做的时候可以把板凳升高一些板凳高一些以后这个腿的一个屈伸角度也会更大，带来的这个刺激性也会更强我先给大家演示你看压上去以后，腿往上抬完以后保持住这种力量的感觉，然后慢慢缓慢的下降，好，再缓慢的往上升来1、2，到顶点的时候保持1秒钟，3、4，手还是按照我们发力的这个大腿按上去，你要持续的感觉这个肌肉发力感5、6，大家跟着我的速度来练，不用很快也不要很慢9，好来10，你看到上面停顿一下，11就这样做，好。做完大概11个，你能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腿部如果有发酸、发胀的感觉，证明你这个动作做的是到位的运动的一个这个频率也是到位的。那么我们需要做的时候就是什么呢？调整这个椅子的高度。像我这个椅子就有点矮了，我应该什么呢？把椅子再调高一点，这样的话我腿的一个屈伸的一个空间就会变大。不像现在这个凳子有点矮，我腿就到这儿我就不行了，对不对？所以呢，我的活动范围就小了很多。所以大家做的时候尽量找一个稍微高一点的这个座椅去做。好了，我们左腿演示完，我们再演示右腿也一样的。你看，腿往上只要一敲，我们就开始动。1、2、3换个角度，大家可以看一下4、5、6、7不得不说，这个动作你才去做的时候真的会给我们的腿部带来巨大的一个刺激，对于我们腿部的力量的练习也是非常好的。好了，今天这个方法教给大家，我建议大家每条腿每天做上30下为一组，每天坚持一个2到3组，这样是最好的一个这个次数。好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记得把视频点个赞，并且转发给身边有需要的朋友们。我是大伟，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咱们的膝关节是人体当中受力最多、吃苦最多的一个关节，也是最容易老化和受伤的一个关节。所以很多朋友大概在30岁左右40岁左右这个膝盖上面就开始感觉不对头了运动呢也不敢运动，膝盖里面总是感觉隐隐作痛，要不然呢就开始怕冷了，整个膝盖上面总感觉就特别的冷、特别的凉。其实呢，这都是在提示你你的膝关节要注意保养了。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2个动作，这2个动作不仅仅可以拉开
我们整个膝关节的一个间隙。同时呢，这2个动作对于我们促进下肢的一个循环啊，对膝关节的一个进行的一个修复啊，都能带来很好的帮助。只要你每天坚持练习，那么你70、80岁了，依然拥有强健的膝盖。所以咱们讲这么好的一个动作，我建议大家是及时的把它收藏下来。那么日后啊，随时翻出来以后啊，点开啊，都能跟着我啊一起再练一练，回顾一下这个动作的细节。好了，是哪2个动作呢？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好，在这里呢，我也不给大家卖关子啊，就是甩腿嘛，但是是2种甩腿的方法啊。第一种啊是纵向的甩腿啊，大家可以看，这是纵向的；还有一种呢是横向的啊，这个横向的一个甩腿。别看啊，它都是甩腿，但是里面的门道啊，内有乾坤。我们都知道啊，很多朋友看了这个甩腿以后啊，就跟着甩啊，发现自己的膝盖越甩越好，包括了这个气血循环也足了。但是我们要懂得区分啊，如果说你只是膝盖不舒服，那我们就开始建议大家去做纵向的甩腿啊，因为这种纵向的甩腿呢，它的这个惯性可以拉开我们的关节间隙啊，就是这样甩，它的摆幅啊更大啊。对于我们的关节间隙啊，能拉得更开，同时呢，在甩腿的时候啊，它有助于拉开我们的这个腹股沟啊，对于我们的整体气血循环能非常好啊。那还有一种甩腿是什么呢？是一种横向的甩腿。这个横向的甩腿呢，它有一个讲究，就是我们腿啊，就比如说摆中式嘛，像个摆钟一样，在末端的时候，我们脚尖啊要适当的，你看往上勾一下啊。所以这个横向的甩腿，但是呢，我们要扶着东西啊。这个横向的甩腿有什么好处呢？它就是更针对我们整个下肢的气血循环来说的。因为你看你在做横向甩腿的时候啊，腿甩过来，甩回去，甩回来，有一个勾脚的动作。一个呢是拉开我们后侧的一个膀胱经啊，第二个呢就是把我们的整个你看这样一甩的时候，我们的经络啊，内侧、外侧的经络都打开。同时呢，在这么一甩一夹之间啊，对于我们腹股沟啊有着极大的刺激作用。所以呢，不同的人啊，他用不同的甩腿法。如果你的膝盖啊只是感觉不舒服，那我要增加我的关节间隙，那我每天啊就纵向的去甩腿，甩一个100下到200下，就这样去甩，就这样去甩啊。甩的时候啊，注意啊，这个小腹啊尽可能的稍微收紧一点啊。尽可能收紧一点，扶着东西啊，千万不要就是盲目的甩，这样的话很容易跌倒。那横向的甩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扶着东西啊去甩啊，因为你横向的甩，你这个平衡不好把握。甩的时候呢，脚尖要勾一下啊，到顶端的时候脚尖勾一下，因为你这么一勾，它这个筋啊本来就拉长了，再加上惯性再一拉一下啊，对于你整个经络的打通，侧面的经络打通啊非常的好，加上它能很好的刺激我们的腹股沟。所以2种方法带来的功效是完全不同的，大家一定要甄别就根据自己的需求去做。那么在这里最后再总结一下膝盖不好纵向。那如果想经络更通顺一点这个气血循环更好一点，那我们就横向这2种方法也可以2种一起练，交替起来去做。那么这2种无论哪一种，对于我们的身体帮助还是非常大的，是非常建议中老年人没事在家咱们就做一做，练一练好了，今天这视频就到这里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那么大家一定要记得点赞、评论加关注，把这个好的视频呢转发给身边有需要的朋友，因为你的一个赞会让更多的人看到，让知识传播下去。无形之中就是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好了，我是大伟，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我们都知道，人老了以后这个关节活动度会慢慢的变差。那么用一些老年人讲的话，就是说这个整个关节像生锈了一样打不开，而且人老了以后，这个髋关节是最容易出问题的步子都感觉迈不开，而且走路都感觉不平稳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用民间的一句话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锁。这个锁会随着你的年纪的增长它变得越来越牢固，直至你的整个人被锁死了就变成彻底的进入了一个老年化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来讲一下，首先你看，比如说我腋下把我的腋下锁住，你看我这个手就像我的锁一样锁住它。你看这个时候你去活动手，你会发现我手捏得越紧，我这个手它这个关节灵活度它下降的越明显。那肩颈也是一把锁，你看我锁到我这个位置，我只要把它锁得越紧，你看这个肩膀它活动度受影响，同时这个肩膀会往上提，出现了肩膀上提以及变厚的状态。大腿也是一样，大腿的锁在哪里呢？大腿的锁就在我们的内侧，内侧是什么？
肝经啊行进的这个路线。同时呢，这个内侧啊也是我们经常忽视的地方。所以今天啊，我们先来讲一下大腿内侧的这把锁怎么解，其实非常的简单啊。讲的很多，但是其实一个动作就解决了。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做。那么我们首先要做的呢，就是把腿啊给分开。你看，像我一样，把腿啊给分开。分开以后呢，我们要把这个手啊放在我们的膝关节的内侧，然后你看我这个肩膀啊，看往上一撑，撑了以后，这个手啊往外去推，你看一推一拉，啊。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手臂啊可能伸不直，但是也是一个微曲的状态啊，就是这个手啊，你会明显的感觉到啊，如果你看我这个腿上没穿裤子，所以我推的皮肤我感觉明显。那你要穿裤子的话，可能滑。那建议啊，就是现在夏天嘛，把腿部裸上来，然后我们一撑一拉，然后腿啊适当的往外再打开。这个力量啊，它是很重要的。这个力量的走向非常的重要，就是说我们这个力量的走向啊，它不是完全是往外打开的。你看这。往外不是这样的，我们力量的走向是往外前方，它更像一个去做一个拉筋劈叉的一个动作啊，往外拉和推，但是又有不一样，你去做你就知道了啊。然后保持住，好，然后大概10到15秒钟以后把腿并拢，啊，并拢了以后，然后再来打开手，你看。一撑，整个人的肩膀往上一撑，身体啊微微的往下一压，然后手往外推拉，啊，你会感觉它的动作的状态和拉筋不一样，它更像把这个里面的皮啊，就是我们皮下的筋膜组织啊给它拉开来啊。这个动作啊，既可以把我们的肝经啊去进行一个疏通，同时啊，它可以很好的把我们大腿的这些肌肉啊、内侧的这些肌肉啊给它放松开来，非常的好啊。这个大腿内侧啊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日常当中，如果说你老了以后想走路更稳啊，想让你的这个行走的没有受到一些太大的影响，像我们的髋关节更好，就把这个动作经常做一做。哪怕你现在啊，就是说做不得很开，你可能做到这儿就做不开了也没有关系啊。慢慢它打开了以后，你会发现你的步伐越来越灵活，而且呢，它里面行进的动脉会随着你的肌肉拉开，释放更多的空间啊，从而让我们的血流往下肢去循环的时候啊变得更好啊。这个动作啊非常的好，就分享给大家了啊，大家没事可以做一做。我是大伟啊，大家关注我的视频，点赞、评论、加关注，每天大伟都会分享一条有价值的养生小视频，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一个人健不健康啊，你得看他的腿是否结实啊，是否有劲。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讲啊，腿是人的根啊，腿是力量之源。当我们这个腿上面出现了酸软啊、没有力气啊，或者说我们腿啊这个肌肉啊，这个腿上的肌肉啊变得非常的松弛的时候，你就要注意了，很可能啊你的身体啊正在走入了一个快速的衰退期。特别是对于中老年人啊，这个腿部是更加重要。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啊，现在有很多的案例啊，就是中老年人他这个腿部啊，由于衰老啊，没有办法支撑于自己的身体，然后就跌倒了。那跌倒了以后啊，你要知道，人老了以后啊，骨质疏松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现象。那么他这个一跌倒和年轻人还不一样，年轻人跌倒可能就是养一养，或者说就休息休息就好了。那么中老年人一跌倒啊，他轻则卧床啊3到半年。重则1到2年，他不能下地啊，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为什么呢？我给大家来说一说啊。首先，我们要知道人的肌肉有一个原理，叫做什么呢？叫做用进废退。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去用它的时候啊，你经常做一件事用它的时候，它会变得非常的结实。但是呢，你如果经常的不去动、不去练它啊，不去刺激它，它就会变成什么呢？它就会慢慢的会缩小，也就是我们讲的一个萎缩。所以啊，你会发现很多的中老年人，只要是一躺到床上啊，或者受了伤躺到床上不能下地的，紧接着是什么呢？紧接着是你再让他去下地，他会变得是非常的困难，因为他的肌肉已经萎缩了。中间呢，他也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这就导致了他躺到床上以后，可能后面就一直躺在床上了，再想下地那是非常困难，非要2个人去搀着他才能下地。所以你说这个腿重不重要啊？今天啊，大伟就教给大家啊，给各位中老年朋友们吧，带来一个非常好的动作。这个动作啊，可以说是为中老年朋友们啊是专门设计的。为什么呢？第一个啊，咱们讲练习
动作一定要安全啊，安全是放在第一位的。那第二位是什么呢？第二位啊，就是它真正的能锻炼到你的肌肉，锻炼到你的筋骨，让你这个力量的源泉啊，让我们的这个大腿啊，能持续的保持这个健康和结实的状态，预防老年以后啊，这个腿部你没有力量，或者说呢，你这个腿部本来就没有力量以后啊，你去做一些运动你做不了，你就做咱们这个运动，做了以后啊，腿部的力量就会慢慢的起来。好了，废话不多说，咱们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那么首先呢，大家要像我一样把腿敲好啊，敲好了以后呢，我们会发现啊，我下面的这条腿啊是承受着我上面这条腿的所有的这个重量。同时呢，我上面这条腿啊还可以做什么呢？微微的往下这样勾一点点，你看，微微的往下勾一点，你会发现啊，你下面这条腿啊力量承受的更大了，重量承受的更大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做什么动作？就是我们下面这条腿啊使劲的，你看往上去抬，去做一个轻微的这个腿屈伸屈伸啊，注意这个幅度比较大啊，不要屈得很厉害。我们只要做什么轻微的屈伸就可以了。在做这样动作的时候啊，就可以刺激到我们整个大腿的肌肉啊。我们来试一下，你看，1、2、3，速度一定不要很快啊。我们要做的什么？慢慢的抬起来，慢慢的放下去，慢慢的抬起来，慢慢的放下去。就像我这样的速度，我们甚至可以把手放在大腿的表面，你去感受一下啊，你的肌肉在里面来回的这种牵动，能感觉到很强烈的感觉。我们再做下一条腿一样的，你看我要练这条腿，我就把我另一条腿压在上面然后去往上抬，看速度是很慢的速度慢慢往上，3、4到上面停留大概0.5秒到1秒，来5、6做。大概10个到20个以后，你如果做的是比较正确的，你就会发现这个腿是真的是非常的酸，非常的胀。那么这个时候就很好的刺激到你的大腿了。同时在这里也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动作呢不伤膝盖不伤膝盖。你膝盖有问题也可以做这个动作来增强我们大腿的力量有很多人他这个腿部比如受伤啦，或者腿部这个大小粗细不一样。都可以去单独的练某一条腿，哪条腿细你就练哪条腿，也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康复的一种训练。就是说，你比如说这个在床上躺着不能下地的咱们就把这样动作做一做也能很好的刺激到我们腿上的肌肉。这个动作我感觉对于中老年人非常好，您现在去练一练，就能预防老了以后出现腿上没有劲走不了路这样的现象。我是大伟，大家关注我的视频，每天分享一个不一样的养生动作，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俗话说健康长寿多甩腿，这个甩腿好处非常的多。为什么呢？因为在甩腿的时候可以去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膝关节间隙这个膝关节间隙打开了以后，促进滑液分泌可以很好的修复我们的关节。同时在甩腿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气血更容易的流入到我们的血管末梢，就是到我们的脚底。脚底的气血一旦足了以后这个力量从脚伸这个整个腿都会变得好身体也会变得好。那么今天教大家2种不同方式的甩腿，一种呢是有助于促进咱们膝关节的一个修复的帮助我们促进气血循环的，还有一种呢就是帮助我们拉开腿部的一个筋。这个人讲这个筋长寿更长筋长1寸，寿长10年。拉开腿部的筋以后让我们的身体的经络筋膜都能达到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对于我们老了以后日常行走能带来很好的帮助。好，我们来看一下这2种怎么做。先说第一种第一种方式呢，就是相对而言比较简单，就是说咱们最好中老年朋友们要扶着墙。为什么呢？扶着墙的时候就可以更好的稳定性的去进行一个腿部的一个甩动你看我现在如果不扶墙的话，那我的平衡就相对而言比较难把握我们就这样去甩每条腿咱们去甩一个108下到130下左右，甩完以后脚底会出现这种发热的感觉。那么还有第2种甩腿的方法，这种甩腿的方法就更加高级的，怎么去做呢？我们要去往一个斜方向去踢也就是说咱们正常的甩腿是垂直的大家去看这样去朝着正前方去踢的。那么第2种方式是往斜方去踢，为什么呢？你去做一下2种甩腿的动作它的这个效果是不一样的。往斜方去踢，就像踢球一样摆动。大家看到没有？摆动。你在往斜方去踢的时候，你能更好的感觉到我们腿部后面的这个足太阳膀胱经，以及我们大腿后侧的这个经络都能感觉到这种充分的牵拉感筋长1寸，寿长10年。
咱们往斜方向啊去做这种摆动形式的一个甩腿啊。做的时候最好啊把我们的这个脚啊往上稍微勾一些啊，咱们扶着一个墙去做。每天你去甩一个啊60下到100下。甩完以后啊，你这个筋啊，它会拉伸的非常的明显，而且走路起来啊，这个走路的这个步伐啊，都会变得比原来还要大啊，走路会变得非常的轻松啊。所以这2种方式啊，大家自行甄选啊。如果说想要自己的啊这个膝盖没有什么毛病，想要自己的这个身体啊延年益寿，咱们啊就做第2种啊这种斜方向的一个甩腿。如果说咱们膝关节啊感觉有些不好，或者这个气血啊有些不流通，那咱们啊就做一个正前方的一个甩腿啊，这2种方式啊都不一样。好了，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希望今天的方法能给大家带来帮助。那么点赞、评论、加关注，每天大伟都会分享一个不一样的养生动作，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咱们现在有很多朋友年龄大了以后啊，明显就会发现自己的腿脚啊容易乏、容易沉。走起路来啊，总是感觉这个腿脚如同灌铅，上下楼、爬楼的时候呢，这个腿啊抬的角度不够高。特别是很多朋友啊，他的这个脚啊一往上抬，你看我们的这个脚尖，它勾不上来，这就会造成什么问题？这就会造成，如果有一些小的门槛或者你的台阶过高，你这个脚抬不上来，有的时候一下子啊就绊倒了。而这一绊，很多人一躺啊就是半年甚至1年的都有很多。所以腿脚这方面啊，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啊非常重要。今天呢，我要教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动作，叫做正腿弓。这个正腿弓啊，不仅能打开我们腿脚上面的经络，同时你经常震一震，你会发现做完以后啊，这个脚底上面发热，腿脚上面有力气。所以这个动作啊，分享给大家，大家一定要把它学会。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并且把视频收藏下来，然后我们一起来看动作。那么这个正腿弓怎么去做呢？非常的简单，咱们首先要把双腿打开，分开，比我们的肩膀要宽。然后把脚尖指向外侧，这个时候你的膝盖和脚尖啊一定要是同一侧的。我们把身体往下压，形成什么呢？身体尽量往下靠，这个时候大腿面和地面几乎保持平行的状态，腿就酸了，是不是？我们在这个状态之下，把我们的脚尖立起来，往下，你看，1、2、3、4、5、6，就这样做。你这样做以后，你会发现你在每震一下都能锻炼到我们的腿部。同时呢，对于男同志来说啊，经常练一练还非常的好。我们在做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腹部要收紧，侧面看一下啊。做的时候你的腹部啊要把它收紧，你千万不能这么垮着，这么塌着。腹部收紧以后，脚跟下抬，吐气的时候往下来，就这样去做。做上一个20下为一组，做完以后啊，你会发现你的腿啊酸溜溜的，有很强烈的发力感，包括我们大腿内侧的肌群，这块肌肉非常重要。很多朋友练完深蹲以后啊，这个地方都感觉不到它的发力，但是唯独你练完这个正腿弓以后啊，它会对我们的大腿内侧带来很强的发力感。刚开始做的朋友们，大伟在这里多一句嘴，我们刚开始做，手扶着墙啊，这个比如说一面墙，我们手扶住。把腿分开啊，腿分开，腿分得开，你的膝盖的压力就会小很多。脚尖立起来，往下去震，腹部收紧，往下落的时候吐气，就这么做啊。坚持20个为一组，每天做一个3组，做完以后腿部有发力感，脚底上面热乎乎的啊，非常的舒服。好了，动作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如果你没有关注我的话，记得关注我一波，谢谢大家。